最近有同学问我，水彩、油画、丙烯、水粉这些画种究竟有何区别呢？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就来详细讲讲它们的区别，带大家一探究竟。那么回到历史的脉络上来，最早的色彩画种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壁画呀。我们的祖先们用有颜色的石头在墙壁上刮几下就能留下痕迹，这便是壁画的起源。所以经过时间的发展，有些比较喜欢艺术的祖先们就把这些能留下颜色的石头磨成粉，做成颜料。颜料越细致，就越发的不能容忍一个事情，那就是画板太不平整了，影响我发挥。所以后面渐渐的湿壁画就被发明出来了。湿壁画的作画过程就是在墙面上先用石灰泥浆打底，再往上面抹湿泥浆，就像刮腻子一样，把整个墙面刮得更平整一点，然后画好草图。然后趁着这个墙还没有干透的时候开始上色，这样等它干了以后就和墙面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样的壁画就能够保存很久，又不会轻易的脱色。它就相当于一种超级奢华的墙面装饰，很贵很耗时，只有非常有钱的大贵族才搞得起。那有些略有小钱的小贵族就想，我想给自己画个肖像，但我又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大，彻底的刻在墙上，万一以后我换了个封地就带不走了呀。最重要的是，壁画的精度仍然难以达到特别高的程度，很多细腻的颜色画不上去。举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它就相当于 480p。 所以渐渐的有些画家就慢慢的开发了 1080p 了。坦培拉应运而生，经过各种尝试他们发现在木板上涂抹石膏，在颜料中加蛋清是个不错的选择，颜色会变得半透明起来，可以反复叠色，画出非常丰富的层次。只要技术高耐心足，就可以画得很精细。像著名的美国画家怀斯画的这些画就全是坦培拉。你看这张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画，这里面的每根草都如此精细。但是如果木板的材料不好，颜色会裂开，难以长时间保存。所以又经过漫长的摸索，大家逐渐发现是蛋里面的油性物质让颜色产生了这种油滑薄透的感觉，所以最后大家悟了，直接用油吧。油画就这样诞生了。看看这些经典的油画，它们能像坦培拉一样画得很精细，又能保存很久，所以它们也继承了坦培拉一部分特点，就是你要一层一层的往上画，油干得很慢，每一层要干透要等很长的时间。早些年的时候画一层等1个月很正常，所以往往一幅油画要画1-2年，大制作的甚至要画好几年。现在化学工艺进步以后没那么麻烦了，好用很多了。至此，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作画相对方便、刻画精度细腻，同时又能保存很久的绘画方案了。而早在数百年前，唐末宋初时期，咱们中国人给了另外一个可行性的答案，那就是在绢帛上面把颜料加水一层一层的晕染，它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而且精度能够达到非常细腻的程度。那之所以不像欧洲那样写实，主要是认知观念和技术上的区别，没有发展对应的光学透视和解剖。如果往写实的效果上走一走，一样可以画得非常写实。比如刘巨标画的这些动物，这些毛发非常的逼真。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不是工笔画这个工具的问题，是认知观念的问题。而如果你坦培拉、油画、工笔都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作画体验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相似，都需要极大的耐心，一层一层的均匀铺设。和工笔画一样，以水为主的画种就是水彩了。当欧洲的造纸技术终于发展的比较成熟，成本降下来以后，很多人开始尝试用颜料沾着水在纸上画。早期的水彩基本上都是干画法，很少大面积的铺设晕染，因为那个时候的水彩纸工艺和颜料工艺都不够成熟，想要画一张看上去很精致工整的水彩画，难度比油画高多了，不方便。所以水彩基本上是给油画打草稿用的，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画种。直到威廉·透纳发展出了以水为主的表现技巧，水彩的发展才得以展开。温莎牛顿这个水彩品牌也随着威廉·透纳的使用得以推广开来，成为英国的国民品牌。水彩也成为了英国的主打画种。在写实绘画的末世时代，水彩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去追求精致的写实，开始追求笔触感，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绘画的路线，从工笔花鸟慢慢走向山水，最后走向文人画一样，写实感被逐渐的抛弃，大家更多的追求笔墨的表现感。而现在是水彩百花齐放的时代，写实的写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水彩是这么多色彩画种里最矫情的一个，因为它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用10几块钱一支的颜料和几十块钱一支的颜料，体验是天差地别。
就算你拥有了好的材料，还得拥有非常好的控制能力才行。所以水彩是这些色彩画种中我最不推荐入门来玩的一个。至此，绘画界两大主流混色媒介已经成型了，油和水主导了绘画最终的呈现效果。任何绘画，你想要画到非常精细的程度，都要往上面一层一层的叠加。油干了会形成膜，颜料会一层一层的覆盖，所以油画最终的效果大多会很厚重，而水则会互相渗透，颜色始终保持一种比较通透轻盈的感觉。那水粉和丙烯又是怎么回事呢？水粉其实真正的学名叫做不透明水彩，也就是说它虽然是加水调和的，但它不通透。它的作画逻辑和油画中的直接画法很像，它在水中也能产生很好的扩散效果。而水粉就是这种作画思路下更低成本的替代品，它干得更快更便宜，缺点就是颜色干了以后会变色，发白发粉，碰到水以后颜色会迅速的脱色，不好保存。中国高考使用这个材料来考色彩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它学习难度相对较低，大部分人都负担得起，非常适合现场3个小时以内的考试限制。不过国内高考的水粉是非常劣质的不透明水彩，真正的不透明水彩颜料其实和正统的水彩颜料一样贵。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些色彩材料各有各的缺陷。如果有一种颜料它的颜色不会褪色，能够长期保存，干得又快，加水加油或者什么都不加一样能够很好的混色，而且价格还低，你会使用它吗？没错，我说的就是丙烯，一个近几十年内迅速崛起风靡全世界的颜料，世界各国默认的强绘指定颜料，新时代壁画神器。其实绝大部分材料上它都可以画，所以你看到它可以用来画鞋子、画衣服、画墙壁，甚至还能被我拿来画模型。这个天空之城男主家的道具就是我用丙烯涂的，和水粉一样好用，但又不会褪色。缺陷就是它很难画得特别精细，画出像油画那样通透又厚重的感觉。想要做到极致的颜色过渡和细节刻画还是没有那么好用的，因为它干得太快了，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想要玩超写实的话呢，还是比较推荐油画和水彩。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画水粉时你手上沾了颜料，用水洗就好了，但是丙烯很难洗，因此在这里推荐这个洗面奶，去丙烯效果非常强，不贵，10几块钱就可以。那你看到这么强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啊，别用它洗脸了啊，你懂的。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下，不局限于这4个画种，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色彩类画种的区别其实本质上是粘合剂和承载形态的区别。我们把一些特殊的矿物和植物经过加工处理磨成粉，这就是一切色彩的开始，这个东西叫做色料。往这里面加淀粉和糊精，它就会变成水粉。如果我加的是阿拉伯塑胶，它就会变成水彩。如果我这些都不加，加的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它就会变成丙烯。如果我加的是干性植物油，比如亚麻仁油，它就会变成油画颜料，而它们都是胶状的，一般会加甘油或者糖之类的东西来保持湿润，被太阳晒了以后会干裂，所以要用铝管或者瓶子把它封装起来。如果用石膏、石灰石加水和这些色料混合，将它们晒干，就会变成粉笔。如果换成蜡，把这个东西磨得细一些，再用木条把它包裹起来，那这就是油性彩铅。不管它们转换成什么形态，这些材料都可以分成水性的和油性的。水性的材料覆盖能力弱一些，无法完全着色，所以一般会呈现半透明的特点。这样的材料底色就会影响到表面的第2层颜色。使用这种半透明的材料的话，你就必须得认真的思考你上一个步骤做得好不好，是否严谨。而油性的材料覆盖能力强一些，画错了直接盖掉就好了，所以能够反复修改，更适合小白上手。但它的缺点就是颜色没办法做到层层叠加，底色对表面的影响干扰很少，这就意味着缺少了丰富的混合变化。因为有很多颜色不是靠调色能调出来的，只能靠一层一层的叠加把它累积出来，因此这种油性材料的极致效果要弱很多，但也就意味着它能画得更放松更随意。需要注意的是有2个特例，古典油画虽然是油性的，但它也是这样半透明的效果，水粉虽然是水性的，但它却是强覆盖的效果。以上就是对这4个画种区别的简单介绍，想学哪个就看你自己是否喜欢了。但是喜欢有向往和欣喜2种区别，向往是渴求自己没有的东西，欣喜是顺应本心之后的自然相遇。不同的工具适合不同的性格，水彩一半是人画的，一半是天画的。如果你是那种随遇而安，不强求结果的人，它很适合你。如果你是那种日常会做计划，享受进展在你的规划下稳定推进，最终达到理想效果的人，
那么油画很适合你。如果你是那种不享受计算，喜欢潇洒走一回，有想法了就立马开干的人，那么丙烯色粉更适合你。就怕你本来是一个很看重结果的人，却向往快意相符的潇洒，于是被水彩那晕染通透的颜色和俊逸的笔法所吸引，走上了水彩的道路。结果在入门中反复被水彩部分不可控性质所教育，被过程所折磨。这就是因为你本来向往的是这个结果，而不是过程。向往和欣喜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适合自己的东西，你都不会在乎这个过程的状态，不自觉的就接受了，自然而然的画出来了。简单来说，追求秩序感的人其实更适合丙烯和油画的，能够享受混沌感和思绪状态的人更适合水彩。当然也有把水彩画得很精致细腻，效果很稳定的，也有把古典油画画得很潇洒的，但这样的结果追求并不是这个工具本身最擅长的点，相当于是在结果上做了一个差异化，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到。总之，不用害怕，不同的工具你都可以来试一试。尝试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认清自我的过程，你会更清楚自己内心里的向往和欣喜是什么。现在是我的广告时间，这是我的公众号维维老师聊绘画，我所有的内容都会在这里同步更新，你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想跟我学画画的记得备注报名，如果是想交流绘画问题的记得备注交流。好的，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了，觉得有用的话记得3连。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思考的维维老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